相信不少人一听到洗牙，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冰冷的牙科诊疗椅、可怕的尖锐器械声，以及牙龈出血的画面。也许你也曾听说过各种关于洗牙的传言，有人说洗牙很痛，让人对牙医充满恐惧；有人说洗牙会伤害牙齿，刷掉牙齿表面的珐琅质；还有人说洗完牙齿会变白，但是牙缝也变大，甚至牙齿变松动。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洗牙背后又藏着哪些你不知道的真相呢？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探讨，为你一一破解洗牙的常见迷思。首先要说的是，有些人质疑牙医老叫人洗牙是不是为了赚钱，其实恰恰相反，洗牙的收费通常不高，在台湾甚至有健保给付，可以说几乎不用花什么钱。但牙医们仍孜孜不倦地宣导洗牙的重要性，正因为他们见过太多不洗牙而酿成的大问题。如果真为了赚钱，他们大可以等你牙周病严重了，再进行昂贵又繁复的治疗所以请相信，让你定期洗牙是真正为你好，绝非什么商业盘算。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洗牙会痛。其实对于牙齿和牙龈健康的人来说，洗牙并不应该是剧痛难忍的折磨，顶多只是有点酸酸痒痒的微不适。然而现实中不少人在洗牙时感到疼痛，甚至看到牙龈流血，这让他们以为是洗牙动作粗鲁，伤害了牙肉。但真相可能让你意外，洗牙时的疼痛和流血往往不是因为牙医太狠，而是你的牙龈早已处于发炎状态。想象一下，当牙龈长期被牙结石和牙菌斑刺激，它其实早就红肿敏感，一碰就痛，一刷就出血。洗牙过程中，医师的确会用超音波器械清除这些堆积在牙龈边里和牙缝里的脏东西，在铲除牙结石的同时，难免碰触发炎的牙龈，导致出血和酸痛。但这种出血其实是身体给你的警讯，提醒你那区域的牙龈发炎有多严重。如果平时牙龈健康，即使洗牙也很少会痛得受不了或大量出血。在牙科门诊中，医师们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患者多年没洗牙，一开始清洁就紧张地皱起眉头，忍不住喊痛，牙龈也很快流出了血丝，每刮一下他都觉得刺痛入骨，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下。牙医只好暂停下来，耐心解释，说不是器械太锋利，而是患者的牙龈发炎太严重，稍微碰一下就出血。这类患者平常刷牙时其实也常见牙龈出血，但因为没有痛感就以为不严重，结果任由牙结石在口中作怪。等到真的坐上诊疗椅，一亲就痛，满口鲜红，他才惊觉问题存在已久。好在只要肯配合治疗，洗牙之后炎症消退，牙龈就能恢复健康，下次清洁时就不会这么痛了。相反地，如果因为这次疼痛就对洗牙退避三舍，下次情况只会更糟。这就像处理脓包，一时的疼痛换来长远的轻松，不要因为短暂的不适就拒绝治疗。因此，洗牙时觉得痛，并不是洗牙造成的伤害，而是揭露了牙龈原本存在的问题。牙结石就像常年累积在锅底的厚厚胶垢，现在牙医帮你把它刮干净了，过程中冒出一些火花和烟尘，也就是一点血丝，是很正常的。当那些藏污纳垢的牙结石被清除后，原本红肿的牙龈会慢慢消肿恢复，日后反而不容易再流血。很多人第一次洗牙觉得疼，但如果你按照医嘱大约每半年定期回来洗牙，下一次通常就明显没那么痛了，因为牙周组织已经恢复健康。可以说，痛是暂时的，健康才是长久的。接下来我们破解另一个常见迷思，洗牙会伤害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吗？有人担心牙医用钢铁尖刮来刮去，会不会把牙齿表面刮坏，让牙齿越洗越薄？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幸运的是，答案是否定的。牙齿表层的珐琅质是人体中最坚硬的物质之一，比我们的骨头还更硬、更耐磨。而洗牙所使用的器械，特别是现代牙科诊所常用的超音波洁牙机，运作原理其实是高频微幅的震动，每秒震动数万次，但振幅只有极微小的几微米，加上会喷出冷水雾降温，因此能把附着的牙结石震碎冲掉，却不会对牙齿坚硬的珐琅质造成伤害。换句话说，牙医师手上的洁牙工具就像一把精准的小镐，
只针对附着在牙齿表面的牙结石开挖，并不是在消磨你的牙齿本身。曾经有患者非常爱惜牙齿，反而不敢让牙医洗牙，他觉得机器与手用刮器太过粗暴，会磨损宝贵的珐琅质，因此每次看牙都坚持不洗牙。每次检查完牙齿，牙医建议他清洁，他就连连摆手，嘴里直嚷着不要把我的牙齿磨薄，坚决不洗。然而一年年过去，他牙齿表面的牙石越积越多，甚至还出了几颗蛀牙。牙医只好告诉他，再不清除牙石，牙齿表面一直被细菌产生的酸腐蚀，珐琅质才是真的在慢慢流失。最后这位患者终于鼓起勇气洗牙，结果发现牙医的器械只是震掉牙石，牙齿本身依然完好如初，他这才恍然大悟。事实上，专业洗牙的目的就是去除那些附着在牙齿上的肮脏东西，不会伤害你的牙本身。正确且定期的清洁才是保护牙齿的硬道理。常年不洗牙，放任脏污累积，反而会让宝贝牙齿饱受侵蚀。再来，经常听到有人说，洗牙后牙缝变大，牙齿变松，很多人因此吓得不敢洗牙。他们担心一洗牙，本来紧密的牙缝变得可以塞进牙签，牙齿也没以前牢固，咬东西会晃动，这其实是误会了因果关系。洗牙本身并不会让牙缝变大，也不会让牙齿松动。如果出现了这种感觉，多半是因为牙齿原本就有问题。怎么说呢？让我们揭开真相。平时觉得牙缝小，是因为牙缝里偷偷注满了牙结石。这些牙结石就像塞在砖墙缝隙里的水泥，把原本的空隙给占据了。当牙医把这些不速之客刮除干净后，你的舌头突然可以真正触碰到牙齿与牙齿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缝隙，于是就产生了牙缝变大的错觉。同样地，牙齿松动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果你的牙齿在洗牙后明显感到晃动，那恐怕并不是洗牙把牙齿弄松了，而是原本支撑牙齿的牙周组织已经因长期的牙周病而受严重破坏。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龈深处，细菌一路侵蚀牙槽骨，造成骨头流失，牙齿当然会渐渐松动。洗牙只是揭露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当牙结石被清掉，发炎肿胀的牙肉消退后，那些原本被肿胀牙肉和结石撑住的牙齿，如今露出了真正的支撑状态。如果牙周本来健康，洗牙过后牙齿依然稳如泰山。反之，如果牙周组织已遭破坏，那责任在牙周病，而非洗牙。还记得有位上了年纪的伯伯，洗牙后第二天门牙竟然掉了一颗，他气冲冲跑回诊所，指着牙医的鼻子质问是不是洗牙把他的牙给洗掉了。但实情是，那颗牙早已因重度牙周病失去支撑，只是平时被大量牙石粘着，暂时没有掉落而已。牙医帮他洗牙时小心翼翼清除了牙石，牙齿当下虽然还在，但因缺乏支撑，回家没多久便自行脱落了。对这位伯伯而言，就产生了洗牙让牙掉了的误会。但真相恰恰相反，如果他能更早开始洗牙治疗，也许那颗牙还能多留一段时间。不过在那种末期状态下，无论洗或不洗，牙齿迟早要掉，洗牙只是刚好揭穿了它已经不行的事实罢了。所以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把牙周病造成的恶果怪罪到洗牙头上。其实真正的元凶正是长年累月没有洗牙，让牙周病一路恶化。接着我们谈谈洗牙后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洗牙之后的几天内，喝冷水或吃热汤，某些牙齿会突然一阵酸软敏感，让人怀疑是不是洗牙把牙齿弄坏了。其实这是短暂且正常的现象。想象一下，你的牙齿有一部分，特别是靠近牙龈的牙根部位，原本被牙结石和发炎肿胀的牙肉盖住了，那里牙本质神经不太会受到外界刺激。现在清除了结石，牙龈消肿后，那些原本被遮盖的牙根表面第一次直接暴露在口腔环境中，就像一个怕冷的人突然脱掉外套，遇到冷热刺激时难免比较敏感。但别担心，这种感觉通常只会持续几天到一两周，随着牙龈逐渐愈合健康，牙齿敏感的情况就会大幅改善。如果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可以在这段期间使用抗敏感牙膏来刷牙，或请牙医师涂抹含氟的抗敏凝胶来减轻不适。
重点是这种短暂的敏感其实换来的是长期的清爽健康。当牙结石不再包围牙根，牙龈组织恢复紧实，你会发现刷牙不再出血，口气变清新，牙龈不再肿胀，整口牙齿感觉比以前更稳固有力，短痛胜过长痛。经过洗牙这番阵痛后，你的牙齿和牙龈都会比以前更加健康。举个例子，有位年轻小姐在洗牙的隔天喝了一口冰奶茶，立刻感到一阵刺骨的酸痛，忍不住滴一声，连嘴里的饮料都喷了出来。她以为牙医把牙齿洗坏了，赶紧回诊求助。牙医仔细检查后发现，她的牙齿并没有任何破损，只是因为洗牙去除了牙石，牙根一时暴露所致的敏感。医生帮她在敏感部位涂上了一层含氟的抗敏药剂，并嘱咐她回家使用抗敏牙膏。几天之后，这位小姐果然恢复正常，喝冰凉饮料再也没有不适。她这才放下心来，原来不是洗牙伤了牙齿，而是之前牙石底下被遮盖的牙根一时还不适应外界刺激。其实短暂的敏感并不代表牙齿受损，只要耐心护理，牙龈复原后敏感就会随之消失。说完疼痛、珐琅质、牙缝、牙齿松动和敏感的迷思，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洗牙能让牙齿变白吗？不少人期待洗牙之后照照镜子，牙齿能焕然一新，白上好几个色阶。也有人干脆把洗牙当成一种美白牙齿的手段，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求牙医替自己洗牙美白。事实上，洗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牙齿瞬间增白，而是恢复牙齿原本的干净本色。我们的牙齿天生有一定的颜色，有的人偏白，有的人略黄，这取决于珐琅质和象牙质的厚度、颜色等先天因素。平时饮食中的茶垢、咖啡渍或抽烟习惯中的尼古丁等，会在牙齿表面留下外来的色素沉淀，使牙齿看起来比本来的颜色更黄更暗沉。而洗牙所做的就是清除牙齿上的牙菌斑、牙结石和部分附着的色素，让牙齿恢复本来的清洁光泽。但如果你的牙齿本身颜色偏黄，洗牙只能让它变干净，并不能改变牙齿的本质颜色。想要真正让牙齿变白，就需要咨询牙医，借助专业的牙齿美白疗程，例如冷光美白或居家漂牙等，透过改变珐琅质的颜色来达到增白效果。当然，定期洗牙可以确保牙面没有牙石和污垢，这样就算之后想做美白，效果也会更均匀明显。总之，不要把洗牙当作美白捷径，但可以肯定的是，洗牙一定能让你的笑容更干净清新。这笑容亮度的提升更多来自健康而非漂白。牙医们也常碰到另一种情况，有些爱美的朋友怀抱美白的期待来洗牙。曾经就有一位年轻男士满心期待洗牙后牙齿能像电视明星那样雪白闪亮，洗完照镜子一看，他的牙齿确实比之前干净许多，亮丽一些，但本来偏黄的齿色并没有奇迹般的变成亮白。他盯着镜子看了半天，失望的嘟囔，好像也没有白多少嘛。其实牙医在术前就解释过，洗牙只能清除牙面脏污并恢复牙齿原有的颜色。如果牙齿天生不是亮白，就算洗10次也不会变成白玉般的色调。要让牙齿更亮白，还是得靠专业美白疗程才行。像这样把洗牙当成美白捷径的误解相当普遍，不少人直到洗完牙才恍然大悟。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洗牙的目的是为了口腔健康和清洁，而美白牙齿则需要另有手段，千万别搞混了。了解了洗牙背后的种种真相，我们也更清楚认识到洗牙的重要性。有人可能会问，自己平时刷牙很仔细，也没觉得牙龈不舒服，是不是可以不洗牙？事实上，再认真的家庭口腔清洁也难以做到100%清除牙菌斑，特别是牙龈与牙齿交界的一些细微沟缝，以及靠近牙龈下缘的地方，都是牙刷和牙线不容易完全顾及的位置。久而久之，牙菌斑在那些死角矿化变硬，形成牙结石。眼不见为净的心态可能让你以为口腔状况很好，但那些你看不见的角落，其实可能早已筑起牙结石的堡垒。定期由专业牙医或口味师进行洗牙，就像请了一位资深管家替你的口腔做大扫除，把平时可能遗漏的死角彻底清洁干净。同时，
定期检查还能让牙医及早发现蛀牙、牙周病等其他问题，做到早期治疗，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当然，定期洗牙并不代表平日可以忽略日常清洁，我们平常还是要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尽量将每天形成的牙菌斑清除干净。洗牙是定期的大扫除，但每天的小扫除也要做到位，如此配合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有些人问，自己每天都有用牙线清理牙缝，是否就可以不洗牙？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牙线再重要，也只能清理软软的牙菌斑，对已经钙化变硬的牙结石可无能为力。而且某些隐蔽的角落，就算牙线和刷牙也难以触及。所以，请把每日的居家清洁和定期洗牙视为一组搭档，缺一不可。做好日常保健，可以减少牙石的形成，降低日后洗牙时的不适。而定期洗牙则能弥补刷牙牙线鞭长莫及的部分，清除你可能忽略的潜在污垢，两者配合才能最大程度维护我们的口腔健康。那么多久洗一次牙比较适合呢？一般建议是每半年就进行一次洗牙，养成规律保养的习惯，这个频率对大多数人而言足以维持牙周健康。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如果你属于某些高风险族群，洗牙的频率可能需要更密集一些。例如，牙周病患者因为牙龈状态较差，细菌堆积速度快，医师通常会建议大约每3到4个月洗一次牙，密切控制病情。再如，有抽烟或嚼槟榔习惯的人，烟焦油和槟榔汁特别容易使牙齿积累牙垢和色素，也应该考虑每3、4个月洗一次牙，以免牙结石迅速堆积。糖尿病患者因为免疫力和伤口愈合能力较一般人差，也容易罹患牙周感染，需更加强洁牙频率。孕妇则因荷尔蒙改变可能出现孕期牙龈发炎，更要注意口腔清洁。医生通常建议孕期至少洗牙1次来降低发炎风险。戴牙齿矫正器的人，因为牙齿上有许多矫正装置，就像复杂的铁丝网，非常容易藏污纳垢，让牙菌斑和牙结石快速累积。因此，矫正期间也最好每3个月左右洗一次牙。甚至口干症患者因唾液分泌减少，缺少天然的口腔冲洗保护作用，也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形成牙结石，更需要勤劳求助牙医清洁。总之，可以依自身的口腔状况和牙医讨论出最适合的洗牙间隔，这是保持牙齿健康的不二法门。最后，我们强调一下牙周病和洗牙之间的关系。牙周病是成年人口中非常常见的疾病。某些统计显示，在我们的社会中，高达80%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问题，它也是成人掉牙的主要原因之一。牙周病早期表现为牙龈红肿出血，也就是牙龈发炎，这一阶段称为牙龈炎。此时透过洗牙把刺激牙龈的牙结石去除，就能让发炎的牙龈康复如初。如果任由牙龈炎恶化，细菌会继续往深处破坏支撑牙齿的骨头，进入牙周炎阶段，出现牙龈退缩、牙缝变大、牙周囊袋化脓，甚至牙齿开始松动等问题。到了这种重度的牙周病，再光靠一般洗牙可能不够了。牙医师会建议进行深层清洁，又称牙根整平术，深入牙龈底下刮除深处的牙结石，并将暴露的牙根表面磨平，帮助牙龈重新附着，控制牙周病的进展。如果情况更严重，可能还需要搭配牙周手术来处理。这些听起来很可怕，但更凸显了提早预防的重要。如果能定期洗牙，把牙周病扼杀在摇篮里，我们就不必面对那些又贵又耗时的侵入式治疗。要知道，一旦牙周组织被破坏到一定程度，就算再高明的牙医也无法让松动的牙齿恢复原状，最终可能不得不拔牙。所以千万别等牙齿开始摇摇欲坠才追悔莫及。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因缺乏现代的洁牙观念和技术，往往年纪轻轻就失去了许多牙齿。考古学家在古代人类的头颅骨上发现了厚厚的牙结石和严重的牙槽骨流失，可见过去的人们牙龈长期发炎却无计可施，牙齿只能提早脱落。所幸现在我们拥有先进的口腔保健手段，可以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辙。别让现代医疗的进步白白浪费，只要善加利用定期洗牙等预防措施，
我们的真牙就有机会陪伴我们走完人生的旅程。再谈谈洗牙技术的进步，现代洗牙的设备和以往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长辈年轻时洗牙，可能只有手工用钢刮器一颗牙一颗牙地刮，又费时又难受，因此对洗牙心生恐惧。但如今多数诊所使用的超音波洗牙机又高效又温和，高频振动配合水雾，不仅大大提升了清洁速度，也减轻了不适感。只要配合医师并放轻松，绝大多数人都能顺利完成洗牙。所以如果你曾听家中长辈说过洗牙多痛多可怕，请了解那是老一辈的经验，谈今日的洗牙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听到这里，也许你会发现，原来你过去因为误解而害怕的洗牙，其实一直在默默守护着你的笑容和口腔健康。与其让恐惧和谣言阻止你，不如勇敢踏进牙医诊所的大门，给自己的牙齿一份应有的关爱。别再让牙结石和牙菌斑在你口中肆虐成灾，也别再等到牙疼难忍，牙齿动摇才懊悔没有早点行动。其实只要保养得宜，牙齿并不一定会随年龄衰落。不要再相信人老牙先衰的说法，保持定期检查洗牙，你的真牙完全有机会陪你一辈子。现在就拿起电话预约下一次的洗牙时间吧。别忘了健保每年都有提供洗牙的福利，好好利用这项宝贵资源，让洁净的笑容陪伴你往后的人生，也让那些洗牙很可怕的迷思彻底消失。最后，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破解的几个迷思。一、洗牙会不会很痛？其实健康的牙龈洗牙并不痛，如果觉得痛，那是牙龈发炎的警讯，治疗后情况就会改善。二、洗牙会伤珐琅质吗？不会，洗牙清除的是牙结石和脏污，坚硬的珐琅质不会被磨损。三、洗牙会让牙缝变大或牙齿松动吗？不会，牙缝看起来变大只是因为原本填在里头的牙结石被清掉，牙齿松动则是牙周病造成的，和洗牙无关。四、洗牙后牙齿敏感正常吗？是的，短暂敏感属正常现象，几天至1周左右就会自然消失，不必过度担心。五、洗牙可以美白牙齿吗？洗牙只能让牙齿恢复本色的干净与光泽，但不是美白疗程。如果想让牙齿比本色更白，需要另外接受专业美白治疗。希望以上内容已经让你对洗牙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今后面对洗牙就能坦然以对，安心无惧。祝你拥有健康亮丽的笑容。